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大丽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一下减糖，因为减糖减好了，真的会让你的减肥变得好容易。那么糖在生物学上是指葡萄糖这种单糖，那它是生命活动的主要能源物质。我们需要的能量一般都是通过氧化分解成葡萄糖得到的。那在营养学上呢，糖是属于碳水化合物类。为了方便理解，我们将碳水化合物简单的分为简单糖，比如说白砂糖、果糖等，我们称为单糖。那么双糖呢，就如蔗糖、乳糖等，还有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所有的主食类、米、面、淀粉类的食物等。那减肥期呢，我们说的减糖主要是指减单糖。那么第一点，减脂为什么要减糖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要减简单糖？那么我们从能量摄入层面来解释，减肥说到底呢，就是要制造热量缺口，让摄入的热量小于消耗的热量。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一杯可乐或者奶茶下肚，丝毫不会影响当天的饭量。很重要的原因呢，就是简单糖吸收很快，而且不会占据太大的胃部空间。这些饮料的热量是相当高的，小瓶装的可乐呢，通常是300毫升，热量约有129千卡，那么就等于110克米饭的热量。那还有其他食物中的一些隐形糖，长此以往呢，造成摄入的热量超标，那么势必我们是会变胖的。所以呢，戒掉简单糖，不喝含糖饮料，不吃甜食以及任何含简单糖成分的食物，就能够减少很多的热量摄入了。那么摄入的热量变少了，热量缺口出现了，自然也就能瘦了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从健康层面来讲，单糖摄入过多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。比如很多人都经历过长蛀牙，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单糖停留在口腔内，给细菌提供了养分，从而腐蚀了我们的牙齿。而且果糖已被证实和内脏脂肪增加和脂肪肝的形成有很大的关联性。果糖呢，在体内主要通过肝脏来代谢，那么它的代谢产物也主要保留在肝脏中，作为糖原和脂肪，作为能源物质。那么进入肝脏的脂肪会被直接吸收，并且是有多少就吸收多少。一旦果糖进入肝脏的速度大于能源物质消耗的速度，那么肝脏呢就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果糖代谢物，最终形成脂肪肝。而这些果糖呢，通常会出现在我们熟悉的食品中，比如可乐里的果脯糖浆。吃太多糖呢，会让脸上的油脂分泌旺盛，会引起一系列的皮肤问题，比如爆痘甚至烂脸等等。第三，我们就从营养均衡层面来讲，那么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这3大营养素对人体可以说是缺一不可。那普通人的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例占总热量的50%到65%，所以说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呢，就可以为其他的营养素，也就是主要是蛋白质让道。那蛋白质有很强的饱腹感，并且呢会增加我们食物热效应，而且还能帮助身体维持我们肌肉的含量，促进肌肉生长。总之好处多多。减肥期间呢，推荐增加蛋白质的摄入。那么第二一个大点就是米面等复杂碳水需要戒吗？先来说结论，米面等碳水化合物不能完全戒掉，而是需要控制量和种类。那么碳水化合物呢，是人体的主要能量来源。那么它在经过消化产生的葡萄糖等被吸收后，一部分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。肌糖原呢，是骨骼肌随时可动用的储备能源，用来满足骨骼肌的需要。那么肝糖原呢，也是一种储备能量，但储存量不大，主要是用于维持血糖水平的相对稳定。脑组织消耗的能量较多，在通常情况下，脑组织消耗的能量呢，均来自碳水化合物的有氧氧化，因而呢，脑组织对缺氧非常敏感。所以当你主食吃不够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觉得头晕，那么更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抽搐甚至昏迷。对于某些敏感体质的女生来说呢，完全戒掉碳水有可能会造成大姨妈出走、脱发等问题。在前面也说了，那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呢，大多数人的碳水化合物占我们热量摄入的50%到65%。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，应该包括复合碳水化合物淀粉、不消化的抗性淀粉、非淀粉多糖和低聚糖等碳水化合物。
那么翻译成大家能够理解的白话就是，这些食物应该是粮谷类、薯类和豆类，所以呢，对待米面等精致碳水，我们可以少吃，那么控制在一餐热量的一半或者1/3左右。那为了方便操作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拳头来衡量。比如说在一餐中，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，一个拳头大小的蛋白质，然后2个拳头大小的蔬菜类，并且呢，把一半的精米换成粗粮类，比如燕麦、藜麦、红薯等。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要减糖，但是却很难操作，往往是戒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摄入的反而更多，造成糖上瘾。最典型的就是奶茶和糖水饮料。所以呢，减糖我们也有策略，要循序渐进。很多人一开始就给自己定的计划就是完全的减糖，完全的戒糖。那对于一些糖上瘾的人来说呢，这个基本上是很难达成的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分阶段进行。比如你喝奶茶的时候呢，奶茶先从大杯变成中杯，再到喝几口过一下嘴瘾就可以了。或者买小包装的巧克力等甜品。那么想吃的时候呢，就吃一点点，让身体有一个过渡期，然后慢慢减少糖的摄入。那么对于主食类的碳水化合物呢，我们就可以改变进食顺序，遵循青菜、肉、主食的顺序，并且呢延长咀嚼时间。那如果是在家，就推荐控制总量的原则，那么用一个餐盘将自己一餐的食物取出，吃完了呢就放下碗筷，然后尽快离开餐桌去刷牙。那么第二一个方法呢，就是降低糖含量。喝奶茶的时候呢，将7分糖改成3分糖。那么通过一些习惯的改变呢，也能慢慢减少对糖的依赖。说到这里，我好像已经好几年不喝奶茶了，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。那么第三一点就是适当的选择代糖产品。那么对于嗜糖党来说，代糖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般的存在。代糖呢也叫甜味剂，但是呢化学上和糖不属于同一类物质的糖的替代品。代糖可以分成天然甜味剂、糖醇，还有和人造甜味剂3种。那么天然甜味剂和人造甜味剂基本上是没有热量的。有些代糖虽然有热量，但是人体呢消化吸收不了，所以也等于没有热量。而有些代糖呢不仅有热量，而且这些热量还能够被人体吸收。比如很多口香糖中就会含有木糖醇，那么它虽然也有热量，不过相对蔗糖等糖类的热量来说呢，已经是低很多了。所以在减脂的过渡期，可以选择一些代糖饮料和代糖食品。不过呢，还是需要有节制的摄入，因为你摄入过多也可能造成另一种依赖，本质上呢还是糖上瘾。第四一大点要说，就是全力以赴做到能掌控糖。那在经过了这个过渡期后，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呢，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糖的依赖。那么我们最终要达到的效果，不是完全戒掉糖，而是能够掌控糖。比如说做到不摄入简单糖。那么对于代糖产品呢，我们也能够控制摄入的量，而不是被糖支配和掌控。以上呢就是关于减脂期减糖的全部内容。对于简单糖呢，我们最终目标是戒掉它们，而对于主食类的复杂糖，就是要控制摄入的量和种类。那么代糖适当摄入，不能把它们当成救命稻草。那么 OK， 那今天关于减肥期减糖的学术问题，我们就分析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